前几天我的一期视频，富人总说自己靠努力，却从不愿透露寻找解决方案，专门去了一趟美国。当发现还有 PayPal 这个东西之后，立马打电话让人着手做支付宝，还发豪言做支付宝时我已经做好了坐牢的准备。2年时间，淘宝网逐渐蚕食eBay 的市场份额，成为国内网购市场的第1名，最终eBay退出中国市场。王兴的著名投资人许昕在一次论坛上揭秘说，美团有一个专门的监控系统，跟踪市场上所有的 APP， 谁的日单量超过1000就拿过来照抄。饿了么就是这样进入了他们的视野。王兴很快下达了公司的战略，那就是抄。这样的战略持续了半年，基本无需什么创新，避开了饿了么的中心城市，美团的外卖业务成功超越了饿了么。一位知乎网友说，王兴靠互联网的红利期，他抄了10几个项目才抄成功，连 logo 都是抄的，从侧面证明了他的无能。其实我不赞成这句话，无能是对结果的判断，不是对过程的判断。从结果来看，王兴无疑是非常成功的。如果你觉得模仿抄袭是中国互联网独特的环境使然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因为外国成功的企业也不乏类似的案例。乔布斯曾经主导过一个致力于制作图形化操作系统电脑的项目，叫做安妮。当时的安妮只是苹果公司的一个小项目，并没有引起乔布斯的重视。但安妮的开发者注意到施乐公司有一个非常不错的图形界面系统，他把这事儿告诉了乔布斯，这引起了乔布斯的重视。而乔布斯刚好正在与施乐公司的风险投资部门商讨苹果公司的 B 轮融资问题，于是他就把参观施乐研发中心当作谈判的一个附加条件。当乔布斯带着安妮团队来到施乐参观时，施乐研发中心的负责人并不欢迎他们，只是展示了一台施乐奥图电脑的几个很有限的应用。乔布斯火了，打电话到施乐风投部门威胁，接着施乐总部来电，要求研发中心展示所有的研究成果。当成果全部展示出来时，苹果一群人惊呆了。乔布斯兴奋地挥舞着胳膊，不停地赞叹。他平静下来之后说，我看到了计算机产业的未来。苹果公司的这次技术盗窃被形容为科技史上最严重的抢劫行为之一。乔布斯在多年之后回忆起这件事，引用了毕加索的一句话为自己辩解，好的艺术家只是照抄，而伟大的艺术家是窃取灵感。有趣的是，苹果从施乐偷来的技术后来也被比尔盖茨窃取，用在了 Windows 1.0 操作系统上。
乔布斯对灵感的窃取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，并不是每个人都要种粮食给自己吃，也不是每个人都需要做自己穿的衣服。他们说着别人发明的语言，使用别人发明的数学，我们一直在使用别人的成果，使用人类已有的经验和知识来创造，是一件了不起的事。可以说，没有乔布斯对灵感的抄袭，就没有苹果产品上的创新，更没有苹果公司的辉煌。社会的进步、商业的发展、人们需求的提升，都需要新的东西出现，但在如今存量过剩的环境下，要做到从零到一的创新真的极其困难。马克·伊尔斯在他的《谈抄袭：如何借别人的想法打开市场营销之路》一书中提到，抄袭是创造力的核心。我们为自己有独特的想法、思维和表达方式感到骄傲，因此当我们想到自己抄袭了别人的想法时，我们往往会觉得自己不够聪明，不够有创造力。我们敬仰原创，然而事实上，抄袭是我们人类天生的技能，一种能够让我们生存下去的技能。我们抄袭是为了学习、理解、获取社会地位。这一点大佬们的思维是极其相似的。你有好的，我能抄的，在市场上证明能赚钱的，就毫不客气的直接拿来抄用。天下万物可以不为我所有，但皆可为我所用。回到我们自己，我觉得想要在某一领域做出成绩，先不要绞尽脑汁去想如何创新和颠覆。大佬们的思维和资源是普通人远不能及的，他们尚且去模仿别人好的地方，我们为何不可能？其次，也不建议闭门造车式的勤奋和坚持。你敢每天熬夜到凌晨2点，别人就敢爆肝到天亮。有句话说得好，如果靠勤劳就能致富，那世界首富应该是一头驴。星河的一个大学同学，毕业的时候大家都在为找到更好的工作做准备，因其家里有一些底子，所以他选择创业，但一直苦于不知如何起步，也没有相对成型的想法。每次跟他聊天，他就说要做一些新的东西出来，一定是别人没有的。当时我还觉得他勇气可嘉，敢于挑战，但后来尝试的几个项目都以失败告终，最终不得不放弃创业这条路。现在想想，初生牛都不怕虎可以理解，但新的模式和商机哪有这么容易就被想到呢？每个人的思维高度都离不开自己的阅历。作为一个还没有在商业领域摸爬滚打过的学生，怎么可能有这方面的经验和阅历？怎么可能凭空想象出新的商业模式呢？纯粹对未知世界的探索，往往只是极少数人的权利。另外，也不要觉得模仿别人有失脸面，什么都不做，什么都做不成才有失脸面。复制加改进可能才是最聪明、最便捷的做法。努力勤奋固然重要，但模仿一定是你成功的加速器。一旦你走得比别人快，你的阅历就会比别人丰富，思想就会比别人成熟，眼界就会比别人长远，资源就会比别人充足，就会形成一步领先、步步领先的局面。当你成功的时候，就不会有人去质疑你成功的方式了。如果真有，那他们的心态可能比你成功的方式更耐人寻味了。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，谢谢您耐心观看。如果您有任何建议和想法，欢迎在下方留言。如果您喜欢星河的内容，还望订阅星河百度频道，点赞和分享给更多的朋友。星河将不胜感激，继续分享更多有关成长的优质内容。一个人可以走多远，关键在于与谁同行。愿成长之路有你我相伴。这里是星河百度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